知道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最大的依仗是什么吗？不是西方高科技武器，不是特种作战的斩首行动，而是那条在太阳落山之后秘密为乌军部队引进和分发的供应链路线图。这供应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比如闹得最凶的四大天王坦克援乌，德国豹2、美国 M1、英国挑战者以及法国的勒克莱尔，他们走的可能就是这条秘密路线。而且据报道，在现在的乌克兰，最简单的入狱方法就是传播西方武器的供应路线信息。那这条供应链路线是怎样的？除了北约的援助外，是否还有别的渠道援助了乌克兰？现在大部分人都觉得很多西方军援的武器都走的波兰，其实这也不无道理。波兰历来与俄罗斯不对付，存在很深的历史纠葛，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所以为了不让乌克兰被俄罗斯征服，波兰才会在俄乌冲突中表现得如此积极。如乌克兰国际雇佣军中，波兰人数最多，达到了全部雇佣军的1/4，或是开北约先河，率先向乌克兰军援豹2坦克，可谓是出人又出力呀。所以乌克兰的供应链至少有一条是从波兰开始的，路线应该是这样的：从热舒夫到利沃夫，再到基辅，再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然后再分向哈尔科夫和北顿涅茨克方向，以此来满足乌军部队的每日损耗。对于乌克兰源源不断的军援物资，美国退役军人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卢克·科菲曾评价说，当俄罗斯在去年2月开始进攻时，他们相信在几天或几周内就能控制乌克兰。他们甚至无法想象在1年后，数以千计的载具、榴弹炮和数以百万计的子弹会从欧洲运来。可见北约各方都十分关注乌克兰，不愿意看到它沦为俄罗斯枪炮下的焦土。从最开始的舒热夫机场说起，波兰的舒热夫机场是距离乌克兰边境仅62英里的一座小型民用国际机场，它是波兰8大机场之一，也是欧洲最小的机场。而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它俨然成为了当今欧洲保护最严密的机场。在战争爆发前，热舒夫机场就已经成为了北约在东欧的前哨站，每天都会有大量的飞机运载着提供给乌克兰的军事装备降落。甚至在2022年，北约还组织了其他成员国防务分析人士对舒热夫机场进行访问。据其中一名学者透露，舒热夫机场的组织水平在近期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分门别类地储存着各种武器资源。由此可见，舒热夫机场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国际后勤枢纽。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向乌克兰运送的军事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的飞机，可能都是降落在这里再进行转运，让这里看起来一片欣欣向荣。但不可否认，繁华的景象下透露的却是深寒的杀意。而62英里的距离让热舒夫机场的作用变得非常大，通过这里进行转运，不到1小时就能将军用物资秘密转运到乌克兰，然后迅速地投入到乌克兰战场上。而且为了防止俄罗斯狗急跳墙进行远程空袭或是轰炸机轰炸，美国还特意部署了一批爱国者3防空系统到热舒夫机场，调用美国第82空降师，在机场和周围山丘上进行了严密的布防。而对俄罗斯而言，热舒夫机场已经成了俄罗斯军队眼中刺肉中钉，只是波兰现在是北约成员国，俄罗斯才没有轻易攻击这个机场，但绝对会加深对波兰的敌意。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是防空界的老鸟了，早在60年代该系统就已经研发完毕，到80年代便正式被美军采用。它由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生产制造，在过去几十年里，该系统的技术在不断提高和完善。雷神公司表示，该系统的后续研发及改良工作至少会延续到2048年。而最新版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拦截战术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飞机等等，相当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投入的大部分飞行类武器都能被爱国者拦截，所以安排他守护热舒夫机场再合适不过了。不过对于那些小型飞行器，爱国者多少有些得不偿失。虽然爱国者的雷达系统可以同时发现50个目标，并对其中5个目标实施同步打击，根据型号的不同，爱国者拦截导弹还可以飞至2公里高度，并击中160公里外的目标。但是爱国者为了拦截1枚敌方导弹，往往需要同时发射多枚拦截导弹。据美国兰德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爱国者进行一次拦截试验大约要花费1亿美元，
相比之下，爱国者在乌克兰需要拦截的目标，比如无人机，其造价却只是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一个零头。所以，守护热舒夫机场的力量还由美国第82空降师进行机场守卫工作。美国第82空降师为美国陆军唯一空降师，拥有数量庞大的快速反应部队。相比第101空中突击师，这支部队可以做到完全空降，并可以得到美国空军 C5 和 C17的支援，能够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投送兵力，总兵力为12939人。去年10月份就曾有媒体披露，美国第82空降师5000多人飞抵波兰，加上101师团，共计部署了1万兵力在波乌边境，有他们在守护热舒夫机场，配合上爱国者，俄军若是不大规模动用制导武器，怕是起不来太大的作用。更何况这中间还隔着一个乌克兰战场呢。而且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骗过拦截到俄军的精确制导武器，援乌的物资不管走的空运还是海军，就都能保障的安全。在军援物资出了热舒夫机场后，就可以通过陆路把武器装备运到乌克兰境内的蒂沃夫，只要动态调查快于情报确认，就没什么大问题。下一个转运站在乌克兰中部就比较危险了，首选之地应该是基辅，这地经常有西方人物访问，俄军导弹攻击较为克制。当然了，武器装备在基辅的运转方式上，北约也不能做得太过分，否则也很容易遭到俄军导弹攻击的扣食。在下一个转运站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通过第聂伯河运航实现。对于河中的移动目标，俄军精确制导武器需要末端制导修正，代价高，而且有暗回波干扰，效果还不见得好。俄军主要采用摧毁该地车站的手段进行阻止，但经过乌军抢修后，基本上可以保障武器装备运往前线。最后就是将武器装备分给哈尔科夫方向和北顿涅茨克方向，前者防守坚固，道路好走，可以采用直运，后者可以先运到斯拉维扬斯克，再转运北顿涅茨克。当然，这只是其中一条援乌供应链，另一条重要的供应路线可以将军援物资空运至罗马尼亚境内的空军基地，然后再由陆路运进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州。而且在陆路的运输方式中，铁路运输是最合适的运输方式。首先是因为乌克兰铁路线路四通八达，总里程位列欧洲第3，并且乌铁路高度分散，俄军难以摧毁全部的铁路运输线路。即便俄军对铁路进行破坏，乌方也能在短时间内修复。况且铁路是能改变路线的，此路不通，换一条就是了。其次是因为援助武器的运输情报高度保密，俄军难以判断武器通过哪些铁路运输，所以俄军只能任由西方国家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往乌克兰前线。甚至有消息称，负责运输武器的人员除乌军人员外，还包括有北约国家人员，所以俄军才不敢轻举妄动。现在运输的方式我们说的差不多了，那除了世界各国的军事援助外，乌克兰还有其他的援助力量吗？答案是肯定的。俄军的恶行引起了很多国家人民的反感，自然会有许多志愿者自发组织筹集了一批又一批的物资支援乌克兰。比如在战争爆发之初，就曾有一支志愿者车队到达了波乌边境线的过境点，试图向乌克兰军队提供生活必需品。我们知道，这场战争由于俄军的侵略，乌克兰的许多工厂都遭到了摧毁，不得不更多的依赖外部资源进行维持。而如坦克、飞机、炮弹这些资源，志愿者又搞不来多少，于是便向乌克兰军队提供那些战场上最基本的生存物品，如防弹背心、医疗用品以及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等。如刚才提到的车队，他们在维尔纽斯人民的欢送下和警察的护送下，从立陶宛的一个仓库出发驶向波兰边境。车队以每小时约80公里的速度行驶，来到边境的一个加油站。立陶宛警察将车队交给来自波兰的同事，然后他们将车队带往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过境点，全程只需19小时。车上携带有发电机、收音机、无人监视飞机、夜视工具，以及近7000件防弹背心和帽子。这支车队对奋战的乌克兰士兵来说就像是救世主，包含了立陶宛人对乌克兰深深的同情。而接收援助物资之一的安德烈·比斯特里克中尉感动地说，这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而经过了解后得知，原来在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有一个非政府组织在接受人民的捐款，并将这笔钱用来购买支持乌克兰的军事物资。通常该组织每年收到捐款不超过20万元，然而自去年2月以来，该组织却获得2000多万美元的捐款。
以小见大，仅一个280万人口的立陶宛的志愿者对乌克兰的支持都这么大，何况是整个西方国家的志愿者呢？除此之外，乌克兰也曾获得过其他一些特殊组织的援助，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都曾向乌克兰捐助了不等的援助基金。就连台湾地区也曾援助过27吨医疗用品，用来帮助乌克兰渡过难关。而那些因俄军入侵而背井离乡的乌克兰人民，也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志愿者的友好接待。如欧盟已经授予乌克兰人在其27个成员国中居留和工作的权利，最长时间为3年。若难民不能与亲友住在一起，他们会被安置在难民中心，提供食物和医疗以及有关继续旅行移动的讯息。难民也有权申请获得社会福利金，并获得住房、医疗和就学。至今，波兰是接收乌克兰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而摩尔多瓦是难民人口最集中的国家，后者正要求获得更多协助。而英国政府则是推出了乌克兰之家计划，允许那些在英国没有亲属的乌克兰难民得以定居。英国人能提名一个乌克兰人或家庭与他们一同居住，并免缴至少6个月的房租。通过该计划来英国的难民能在该国生活和工作长达3年，并获得医疗保健、福利和教育。该计划需要在网上申请，收容者和难民都需要经过审查，通过后每月便可获得350英镑的津贴。以上种种都在告诉我们，乌克兰并不孤单，乌克兰人民的生命安全正在逐步得到保障。对现在的乌克兰而言，供应链的路线是乌军最大的秘密。只要供应链不断，乌军就能源源不断地获得西方先进的武器。打起消耗战，你觉得乌军会怕？而且伴随乌克兰人民生命和生活的保障越来越多，没了后顾之忧的乌军只会越战越勇。好了，关于这意义非凡的援乌供应链，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路线？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